陈院长给的随礼。庆余堂，这是当年叶青梅开创的商号啊！哎，当年那是揽尽天下之财啊！我也听说过，他的产业成了皇室内库的根基。产业是归了皇家了，可当年那些跟叶青梅一起开创这商号的那些掌柜的，都在京都呢。这庆余堂现在就是他们在办。这庆余堂是个商铺？他们自己啊，不开商铺啊，他们收那些商铺东家的钱，给这些商铺啊做掌柜的。职业经理人可以啊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但是叶青梅死了之后，这些掌柜的和内库还有什么瓜葛呀？陈院长给留的谜题，总得过去看一眼。您还亲自来应门了？这位便是庆余堂的大掌柜啊，这位便是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。请。二位这边请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这些啊，便是庆余堂的掌柜们啊，他们见了大人高兴。他们这是高兴什么呢？啊，这边请。这是要办白事儿啊！是什么意思？大人，这感觉可是不对啊！叶青梅。小姐，少东家回来了。小姐，少东家回来了。好了，我会陪少东家好好聊的。你们在这儿啊，惊着少东家了啊！告辞。哎，大掌柜，您也请坐吧。啊，对，来。从小姐这儿论起，您是少东家，您在哪有我做的道理呀？啊，叶青梅是我娘。叶青梅是你娘？少东家，其实你刚来京都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还偷偷去街上瞧过您呢。您早就知道我是他的儿子？小姐亲口说的。他怎么亲口说呀？托梦啊？小姐生前曾经告诉我，您的名字也是她起的。我的名字，范闲。是的，
这不对啊！我还没出生呢，他怎么知道我姓范啊？大人，您出不出生，您爹他都姓范，那您当然就姓范了。小姐出事之前曾经说起过，她可能不久人世。如果她能活下来，那你姓什么不好说。如果她过世了，那你一定就叫范闲。如果他过世了，我就一定叫范闲。这还是弄不明白呀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小姐说完这些话以后，没过多久，商号就给了皇室。后来我就再没见过小姐，具体是怎么过世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来京都这么久，您没想着来见我？少东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这些人啊，被盯着呢。陛下亲自下过旨，叶家的旧人，一个都不许离开京都。皇室忌惮，忌惮你们？忌惮小姐。尽管小姐已经离开人世这么多年了，可他们还是胆战心惊。就连我们这些曾经帮着做买卖的人，也被暗中盯着。我们不敢来找您，怕给您惹麻烦。可是，您到京都以后的种种事迹呢，我们都知道。您当年一直待在他身边做事？小姐信任，让我总管京都商号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人世间再没有如此光彩夺目之人。他是那么的完美，除了经商以外，天文地理他无所不精。他知道大海为何有潮汐，知道月亮因何有圆缺。小姐还会写诗。哦，少东家的那首《万里悲秋常作客》，那写的是真好。小姐的诗跟平常有些不太一样。不瞒您说，她专门为我做过一首，说来听听。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射出闪电般的精明，耳朵竖得像天线，听到一切可疑的声音。少东家是不是有什么不解啊？天线二字，小姐为我解释过。九霄之雷下到凡世间，银白树挂，恰似玄天之线，一指耳目聪慧，洞察一切。他是这么解释的？当时商号出力，我跟小姐行走天下，曾捉了几个毛贼，小姐因此赠诗给我。这是我这一生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啊！这诗确有独到之处啊！我算是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大掌柜，这诗不光有词，还有曲子，回头我教您。好，内库的那些亏空，我们早有准备。你们有这么多钱？我们没有钱，京都的商铺有。哪家商铺有？哪家商铺都没有这么多的银子。若是把京都所有的商铺加在一起，就能填上这个窟窿了。所有商铺？我们这些人在京都各家商铺做掌柜，兢兢业业，从不贪钱。这么些年，总算有些口碑。
如今京都但凡有名的商铺，用的都是庆余堂的掌柜。这么说吧，如果那些商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们比他们自己还要清楚。你们抓着他们的把柄呢？邵东家，给我们10天时间，一起发力，垒沙成塔，积少成多。我务必让他们凑足这2000万两，作为大婚的贺礼。大人，这可行啊！邵东家放心，咱们催账交给我们，不会影响你的官声。威逼商铺收取钱财，你们怎么收场？不放事儿，大不了不做掌柜了。行商者最重利，弄不好啊，他们会雇凶杀人，到时候你们会有危险的。没关系，我们都已经活到这把岁数了，已经心满意足不行了。如果是我娘，她会这么做吗？刚才听掌柜提起我娘，光芒万丈，话里全是自豪。我想，如果是她，不会这么选。邵东家，情势危急，我娘有没有遇到过情势危急的时候？她当年妥协过吗？内库亏空，我自己办。邵东家，2000多万两，非一人之能力所为啊！不管多难，我也要试试。做儿子的总不能给老娘丢脸。哎，不过确实有事情要麻烦大掌柜，把京都所有商铺东家的名字整理出来，列个名单给我。是。诸位，你们的心意，范闲心领。大掌柜，留步。大人，刚才大掌柜说的那个计策，我是觉得可行的。万一商户们动了杀机，我们可让一处的同僚来保护他们。先把人推下深渊，再拉他上来，性质就变了。邵东家真是个善良的孩子。原来我以为小姐走了，那道光灭了。原来光还可以传承。大人，这实在不行啊，我还有些私房银子，我都拿出来给您。你舍得啊？他自然是不舍得，但是您要是不好意思呢，您给我写个欠条，就算您借我的。那算利息吗？还给利息呢？那少算点儿。哎，我怎么还能跟您要利息呢？我行了，老王，心意我领了，不过真不差这一点。不，大人，我是真想为您解忧啊。少爷，门外来人，说是受叶掌柜嘱托，送来这个就走了。这叶掌柜办事可真够快的。大人，园长，你们是刚从庆余堂回来，您这么快就知道了？他的身世你也知道了。院长啊，我7年最近身体有恙啊，这耳朵啊，说听不见就听不见了，这眼睛说看不见，还就看不见了，说失聪就失聪，说失明就失明。你看，哟，来了，院长，你看不见了。好了，王启年，庆余堂和他的身世，你要多说出半句话来。明白，7年告辞了。明白了。老王，我信得过，你吓唬他干什么？是你在吓唬我。我又怎么了？你不动用庆余堂，内库的亏空怎么办？
庆余堂这件事儿是您的安排？内库亏空，陛下能不知道吗？陛下的安排。所以这笔钱宫里不能出，更不能动用户部。陛下留了一手，想利用庆余堂，让你顺利接手内库。这么大的礼，你给回了。可这事儿如果这么办的话，庆余堂那些掌柜就全完了。这事儿要是我娘，不会这么办，所以我也不这么办。志气可嘉，可嘉。可银子从哪儿来？银子我自有办法。在这之前，我想先去度个蜜月。蜜月，陛下，啊，听说你要度那个什么月？蜜月，臣是来请假的。啊，去哪儿啊？苍山，多久？还没想好。越久越好。请问陛下，这是为何？有件事儿，朕恐怕要变卦。陛下，我这婚礼与此事无关。朕这几天想来想去，觉得内库的事儿，你还是别接了。陛下是觉得臣补不上这2000万的亏空2000多万两，这可不是小数字啊！庆余堂你接吗？那怎么可能补得上呢？北齐一战，户部的银子都掏空了，现在天下到处是灾，内库的银子可不是为了补户部的亏空，它还有赈灾安民的作用，所以朕还是觉得这个坑别跳了。范闲呀，放手吧，这不是儿戏，这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国事，而且也是陛下的旨意。对，是朕的旨意。那就更不能放了。让臣接手内库也是陛下的旨意，陛下的旨意就是真理，岂能说改就改？否则如何取信于臣，又如何取信于民啊？所以，内库的亏空我来补，天下的灾情我来赈，陛下的旨意一个字也不能改。你敢抗旨？臣已接过旨。万一天下的灾民，臣提头来见。这倒严重了，但是你会见为一介布衣。不，下你的大狱。那臣谢陛下洪恩。那臣就领旨告退了。来，你要不再想想？他哪儿来的底气呀？也许来自于苍山，苍山，也许叶青梅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金银。这娘俩倒是有点邪的，随他去吧。大人，是熟人啊。
还真是熟人。院长军令，黑旗护送提司前往苍山。听统领啊。副呢？周仪啊，您收来了。出发！内库亏空还没有头绪呢，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？越是这样，越是要出来游山玩水啊。苍山有银子？苍山没有银子，但是我可以想办法让银子来苍山。怎么个来法？经统领，停一下！管司者，管司者，过来一趟。你说，哎，行了，走吧。去。嫂子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我这次从北齐回来，那是悄悄回来的。他这么一嚷嚷，这不全天下都知道了，我都暴露了。你从北齐回来瞒谁能瞒得过监察院啊？这都自己人，别瞎操心了。他现在都一手遮天了。别闹，跟你聊正事呢。您说吧。知道这会儿为什么让你上车来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嫂子担心我呀。我先下去啊。哎，你嫂子老在那儿操心内库亏空的事儿，我得让她安心吧？怎么让她安心呢？就得找你帮忙。别拿我说事儿。你确实是担心啊。成亲那会儿，你不是老想着筹办拍卖会吗？啊，如今呢，你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。都错过那时机了。当时是为了拍卖那个婚宴名额，你都成完亲了，怎么拍卖啊？到了苍山庄园，你负责安排场地、布置流程。好，在苍山咱们再成一回亲。那不成讹钱了吗？你听他瞎扯，大婚就一次。这是京都所有商铺东家的名册，基本全在这上面。你安排人把他们请来苍山。人家凭啥呀？对呀，凭什么呀？我也没弄明白，我们凭什么去啊？苍山一聚，共赏山景。说的好听，其实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心里都清楚吧？哼，内库亏空，京都谁不知道啊？新官上任3把火，这祸可烧到咱们头上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凭什么去苍山？在下今日偶遇风寒，不宜远行。人家是诗仙，是重臣，这身份下请柬，谁敢不去啊？啊！说句实在话，在座的加起来，能凑出这2000多万两银子吗？我可没有钱啊！我也不行。穷归穷啊，这小范大人刚大婚，这份贺礼总是要补上的吧？哎，对，人可以去，礼金也可以准备，但准备多少就看命了。没错，只带礼金，其他没有。诸位，我已经找过督察院了。督察院那些青天啊，听闻此事那是愤怒不已啊！青天们说了，若小范大人敢恃强凌弱，他们一定血溅圣上，必除国贼。大家心里都有个底啊，安心去苍山。兄台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督察院的那些青天，真的愤怒了？怒不可遏，血贯瞳仁呐！这擦干净点啊，回头上面有土，客人吃拉肚赖你啊！哎，把这都给切了啊！切细点啊！
哟，忙着呢。哎呦妈呀，哥哥，你可来了！你请那么些人来，我雇这么些人，人吃马喂，这不都得忙活做饭什么的？可以啊，你井井有条的。快，这得给你。这个说是什么叫贺宗伟，啊，说让我送给你，还说什么那个现在督察院都盯着苍山这块地儿呢，说随时准备参你，怎么办啊？请柬都送到了。送到了，那些个商贾已经陆陆续续准备出发了，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到了。哎，哇，你跟我交一10亿啊，你是不是打算劫他们呀？那不成山匪了？那咱怎么讹钱呀？不是讹钱，是让他们主动交钱。不是他们疯了，就是你疯了。走，子若，我们正好，你在商贾之道上有天分，我把我琢磨这道理呢跟你讲一讲，你看看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还没说呢。什么道理也卖不来2000万两。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，什么是财富？肯定是你疯了。孙掌柜，来，刘掌柜，好，行，咱们走吧。我差不多也说完了，啊，时候不早了，准备出去接人。哎哥，哎你就打算这么着说给他们听啊？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新的理念，也是重新解构了财富的意义。不太行。是我没表达明白，还是你没听懂？啊，你说的挺清楚的，我也听明白了，很了不起，也很震撼，但就是不行。为什么？哥，你了解财富，但你不了解京都。要按你这么说呀，我打赌他们肯定不会动心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就先说着，要是不成呢，你就叫我帮你说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但是你也得帮帮我啊！你稍微拖延一下时间，我得差人快马加鞭回京都拿到东西。行，时间肯定是能拖，那你要取什么？那可不能告诉你。谁也不能出钱啊！哎，诸位，各位，我们一定按之前说好的，谁也别拿钱，千万不能这样。拜托各位啊！记住，按之前咱们说好，拜托各位了啊！诸位，各位，我们一定按之前说好的，别这么做。我们一定按谁也不能出钱，记住了，已经可以。诸位，哎，刚才那边嘀咕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告诉他们坚定立场啊！若小贩大人敢借新婚之名敛财，交点礼金就罢了，得要钱，我可没有啊，我可没有，我们都没有，是吧？你们啊！哎，那大人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就看这是哎，来。大家好，幸会，我就是范闲。我知道你们此刻在想什么，所以我事先声明一下，大婚已经结束，今日不收贺礼。当然了，各位最关心的还是内库的亏空，这我话也说在前面。内库欠债，无论是于法还是于理，都应该我来还。若是如此，这还叫我们不是白担心了？你仔细想一想，若真是这样，他把我们弄这儿来干什么？就是。再听，各位就又要疑惑，
既然这样的话，又何必把大家从京都请到这儿来呢？这红尘之中啊，每过一段时间，都会诞生一个超越时代的奇迹。这奇迹有时是人，有时是事，甚至有时可以仅仅是一个观念。关键是什么？观念大概就是个念头。念头。人生在世，若是能亲眼见证奇迹的诞生，又何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？所以我请各位来，就是想把这份幸运亲手的传递给各位，让各位都能亲眼见证到奇迹的诞生。哎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说一下，待会儿见。那位问得好，这奇迹该叫什么名字呢？谁问了？请看，没错，正是库寨。库寨是什么？库寨？谁的裤带？什么裤带呀？我说的是欠债，还是欠债的债吗？是裤债。各位，那么这库寨又是何物呢？咱们顾名思义，库是内裤的库，债是欠债的债。这所谓库债，便是内裤欠债。怎么样？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。回来。各位都知道，我名下办了个淡泊书局，这几日费了些力，把第一批库债给印出来了。这每一份债券，都代表着内库的一份欠债，数额和期限各不相同，而这数额和期限的不同呢，又对应着相应细则的不同。当然了，这些个细则我就不在台上赘述了，等下会书写成文分发各位。咱们就挑最重点说，拥有了它，就相当于你拥有了一份内库的欠债。什么是拥有欠债？就拿这张来说吧，这张是5000两，相当于你花了5000两，买得了内库的债主之位。表面上你是替内库还了5000两的亏空，实际上将来内库盈利之时会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。不仅如此，这债券可以交易，可以流通，甚至必要之时可以根据规则提前兑换。这谁不明白呢？这还是比我们拿钱不亏空吗？没错，2000万两的欠债都在这儿，竞价出售，价高者得。怎么个竞价呀？意思就是你出了5000两，人家出6000两，这债权就归了人家。够狠的，不止2000万。那每个人最少买多少？自愿购买，先到先得，售完为止。还自愿，傻子才买。就是。各位可能还要问了，那我花钱买了债券，补上了内库的债务，那我能得到什么呢？要想回答这个，就得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。在座各位都是经商多年，手段高超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财富？这个就是财富。哦，财富就是银子？自然金银都算。不对，金银只是衡量财富的手段，而非财富自身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手上举着那块银子，大概1两？差不多。能换多少米啊？2担左右吧。上下多少有一些浮动，每天米价还得去米行看呐。也就是说，今日在我庆国，1两银子大约能换2担精米，这便是衡量的标准。小范大人，这说的不都是废话吗？我前些日子去了趟北齐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。大人威震北齐，自然是少年英雄啊，是吧？在北齐那边，1两银子只能换1担精米。你看，同样是1两银子，在北齐和在我庆国，价值就不同。北齐与我大庆交战，大败亏输，
米价自然会涨啊。没错，兵荒马乱、天灾人祸都会影响物价的浮动。各位不妨想想，若是你们身在北齐，所谓的身家财富又剩几何呀？可是我大庆正值盛世，并无此忧啊。答对了，我大庆国运昌隆、长久治安，正是维系金银价值的基石啊。所以啊，财富并不仅仅是指金银本身，更是与国运、国力息息相关。大家觉得我大庆国运如何呀？那自然是国运昌隆，军民臣贤。那就对了，这国运国力本就是维系财富乃至将来不断增长的重要底蕴。由此可见，我内库前景一片光明。各位，不妨放眼未来，若你们持有库债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长远投资，稳赚不赔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个，好啊！那个小范大人说的好啊！你听明白了吧？我明白。小范大人一番话如雷贯耳，醍醐灌顶啊！对。哎，各位，这小范大人什么人啊？这可是国之重臣呐，既在监察院，又掌管内库，啊，人家都开口了，你们大家都听不懂吗？哎，小范大人，您那个什么库债，我出200两，就当给您大婚的贺礼了。哎呀，我小范大人为了内库亏空尽心竭力，做了这么多，200两银子你也说得出口？大人，我买500两，现在就买。那我们大家都买啊！那我就300两。群情激昂啊，小范大人。什么欠不欠债的，我们这样这都不用还，是吧？我买5000两。什么？5000两？怎么想的呀？你们是不是没太听懂啊？我懂了，国运系于大人一身。支持大人，责无旁贷。大人，您是没懂我呀。我捐5000两，看来是真没懂啊。换人，下半场。来，走。怎么换他了？这时候来。诸位。饭菜都还可口啊，有什么不爱吃的您跟我说，我让他们稍微给各位颠排一样。这谁呀？好像是犯死者。他不是犯错了，不在京都吗？找死吧你！在这儿呢。哦，不认识。行，放这儿就行，下去吧。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本人呢也是一个非常痴迷于经商的小晚辈。听说今天这边啊，商贾云集，来了很多大前辈。本来呢是想和前辈们交流一下经验，但是真没想到啊，我哥，我国著名的小范大人，刚刚这一席话呀，真是醍醐灌顶，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说的实在太好了。也不知道小范大人这个脑袋，他这是怎么长的，里头装的是什么，怎么能想出这么多的点子？他这么一番话呀，他讲财富啊，可能不仅仅是金钱这么简单，而是国力，是国运，乃至于延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这句话讲得太好了，真是让人受益匪浅。我觉得呀，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思考思考，研究研究，没准儿就能发现一片崭新的天地。
我等已然是振聋发聩，已经非常感动了啊！还可以再真一点，再感动一点。刚才小范大人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，那我一个晚辈也斗胆向各位问一个问题。你请说。那我就问了，这内库到底是何人的产业呀？自然是皇家的产业。皇家的产业，那内库的钱是谁的钱？那便是皇家的钱。那内库的债务，那自然也是皇家的债务。说得太好了。那您各位想一想啊，如果您各位把这库债买到手，是不是就相当于为皇家分忧了呀？咱往好听了说，谁买了库债，谁就是为圣上分忧。稍微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别出去传去啊。那您各位买了库债，那不就是皇上的债主子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所以您各位好好想一想吧，买了库债，出去再做生意，别人会怎么想啊？同样的买卖，他是找您，还是找那个没有买库债的人啊？所以这库债就是给各位的底气。有点道理。要这么说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阁下所言极是，库债一事是小范大人奇思妙想，所谓人存证据，小范大人这般风采，谁不敬仰啊？您说，人存证据？人存证据，人亡政息。各位是怕，如果我倒了，我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。还请小范大人解惑。别问我，问他，后半场全看他的。好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小范大人回答的也好。人存证据啊，人亡政息，什么意思呀？人要是没了，那你说这债找谁去呀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小范大人万一哪天要是倒了台，那各位扔进去的钱，那自当也是打了水漂了。这句说的对。各位不要着急，你们请看。想必大家伙也知道，是吧？前段时间小范大人大婚，当今圣上御笔手书了4个大字送到了府上。我就问一句：京都这么多家名门，哪一位在成亲的时候，皇上亲自手书送了1块匾？有吗？没有，小范大人独一份儿，独一份儿。我再问问，这4个大字怎么念呀？百年好合。什么叫百年呀？100年，少1年99年都不能算是百年。这4个字就是当今圣上和小范大人之间立下的契约，是皇上对范家的信任，也是诸位在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机会。大家好好想一想吧，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有这店了。等到下一次能和皇室攀上关系，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。来人呐，把匾请回府上。多谢诸位。诸位，该说的、想说的，我们俩都说完了。天儿也不早了，想赶回京都，怕是有些晚。各位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苍山暂住一晚，明天再回城。关于库债的事儿，我说话算话，售完为止，全凭自愿。哎，一会儿晚上见啊！回见。
什么呀？我看这帮商贾都往那个外边撒鸽子，我不知道是啥，我说拿一看看。是不是给京都传信了？山上的事儿，得让京都的人知道。那为啥呀？这个他们自己不就是老板吗？那买不买库寨自己还说了不算。无根之木，岂能立足？你的意思，他们背后都有根？废话。那我把他放了。你这就不许拉他了，你这。范司者，你还真行啊，还能上台说话。那可不，姐，哎，我这么跟你说，范闲那套啊，厉害归厉害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但你得这么想啊，我要是都没听说过，那帮商贾们能懂吗？啊，你说范闲拽那些个词儿，什么国运吧，又财富吧，那些那商贾们根本就不明白，能打动他们的就俩字儿：皇室。你还得意起来？那不该我得意吗？说得意吧，其实还欠点什么，反倒是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本来以为啊，把皇上一搬出来，他们吓得就把钱全交了。那可是你说，要是把消息传回京都，怎么了？库寨这事儿前所未有，我怕他万一，他要是触犯国法可怎么办呀？那没事儿。那就好。下半场是你说的，军务戏言也是你讲的。要真出了事儿，拿你交差不就完了？啊！还不能憋着这个呢吧？我可是帮他呀！哎呀，我这不能，绝对不能。我们俩现在关系还不错。对，肯定不会。库寨嘛，怎么能算犯法呢？撤！宫内传出消息，陛下要范闲回京都共赴赏菊大会。库寨的事，陛下没提。哎呦，你听说了吗？赏菊大会的事。赏菊大会无关政事，邓范闲应该也是看中他的文采。对，没错。诗词歌赋、雕虫小技而已嘛，他终归担不起内库的大任呐。对。您这是？我得去个茅房。我呀，早上起来得遛个弯儿。哎，请便，回见。哦，对，这。哎，你不是去散步了吗？这是你们家茅房啊！我也佩服你，散步怎么散到这儿来了？小范大人，刚才我的饭粮一定给我留着啊！我现在就回去取钱啊，今日就能返回来。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你昨天怎么说的？这王八这个，哎，这王八，他买到库寨了。告辞。
行了，哎，啊，擦擦手。哥，我怎么感觉这数不对呀？有人可能没带够银票，回家取了吧？我粗略的算了算，都不止2000多万两。数量有限，又有溢价，这都能卖完，多亏了你。内库债权都分出去了，怎么还不高兴？说到底，他们选择买库债，还是因为陛下要我赏花。陛下荣恩，前景无量，选择债务共担，这样一来，可以说，以后你便是他们的靠山。是，也算是一种投资嘛。只是，他们没有人能真正明白，库债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国运与货币相连，这说明代表所谓财富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过往的限制。哥，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，你说这庆国和财富之间，是不是不光是国运这么简单啊？好像还有别的联系。啊，这些商贾们因为陛下器重你，所以选择相信库债，相信内库的前景。所以，其实他们看重的不光是你，看重的是皇上，看重的是皇室的信用，是庆国的信用。没错，金银数量终究有限，而庆国的信用才是货币的基础。对，不光是庆国，北齐的信用也代表了北齐的财富，所以国家的信用就是财富。国家信用是财富。是货币的基础，那这之间缺什么呢？货币、信用，咱们出去，让他在这儿仔细想一想。货币、财富、信用、财富。货币、信用，思哲这是怎么了？看到了新的世界。这小子啊，在商贾之术上还真是个天才。你俩都是。不一样，我有另外的技艺，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作弊。如果我俩交换，最起码在商贾之术上，我没他这悟性。这一点上，他比我强。那是好事啊。婉儿，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苍山恐怕待不了多久。那是当然，陛下还等你回去赏菊大会呢。我准备了那么久，最后成事，还是他一句话。天子嘛，自古以来都是天下中心。等赏花大会结束，咱们一起去江南吧。我也去。当年我娘在江南创立了3大坊，时至今日，仍是内库的根基。这些都是她留在世上的痕迹。我想，我应该和你一起看。那国家信用连结着货币，那平衡这两者，得需要一个铺子呀。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铺子。那这种铺子该叫什么呢？他们两个准备站多久啊？
要敢打扰他们，小心我给你下毒。哎，你说，武大人今日会出现吗？哎呀，他出现不出现，切什么磋呀？你不是他对手。胜负不重要，你也是练武之人，怎会不懂？我不是练武之人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他的老师。那你把他当徒弟，还是当儿子？看来今日武大人是等不到，我先回京都，你多加小心。如果武处真的是凶手，天下没有人能活命。徒弟还是儿子，不都一样？怎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辛苦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都看见了，你买了把火铳。对呀，是有人欺负你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自己有兴趣。哦，那就好。你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思哲呢？他最近恍恍惚惚的。啊，他来了。哎，哥，姐，来了，该走了。嗯，是该走了，都在等你了。哦，不是姐，我那意思，我该去北齐了。去北齐啊？我跟哥都商量好了，娘也同意了。想好这个通商的主理人该做什么了吗？我想来着，而且越来越清晰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，什么国家信用啊、货币基础啊，我感觉这之间啊必须得有一个铺子调节平衡。那这个铺子如果开在庆国呀，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它必须开在北齐。北齐现在是大战刚败，百业待兴，正是好机会。我能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个铺子前所未有，我这是开万世之先河。往小了说啊，咱就挣点钱；要是往大了说，整个北齐的国运都在弟弟手心里攥着呢。名字想好了吗？想了。哎，你们俩也帮我参谋参谋。你看啊，那个卖米的叫米行，卖布的那叫布行。咱这个跟钱有关系，叫钱行是有些太直白，太粗俗了。钱它不就是银子吗？所以就叫饭行。那你提银子干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咱都开万世之先河了，咱老范家咱得名垂青史，青史留名。名字可以再斟酌。那饭行不好，那要不叫闲行、弱行、折行？哎呀，算了，哎，回头我路上慢慢想吧。哎呦，哥，你知道，我现在特别激动，我好像就这辈子终于知道为什么而活了。这就叫做人生目标。对，我找着人生的目标了。这就是赌我来的。黑旗候命，随时可以冲阵。哎，别，这可是禁卫，天子之师。不用担心，黑旗才是天下第一强军，绝不会输。我担心的是这个嘛。老王的意思啊，冲禁卫可是重罪。院长交代，苍山一行受提司调遣，
黑旗，只遵军令。哎，来人了，来人了啊！这位不也是熟人吗？小范大人，好久不见。公统领值守大内，今儿怎么出城了？陛下有旨，出宫办差。那我祝公统领一路顺风。怎么着？要不我们给你让一下？陛下旨意，还请小范大人同行。我才刚下苍山就找回来了，消息这么灵通。在下只懂听旨，其他的真不明白。那怎么说？公统领带个路，我们后面跟着。不必劳师动众，只需小范大人一人足矣。说是旨意，有圣旨吗？这么小？陛下口谕，该省要省。咱们这陛下呀，还真是勤俭节约。小范大人，请。小范大人，这边是皇室历年赏花之地。建于山崖，悬空而立，这便是传说中的悬空庙。这是庆国最早的一座，据说，是信奉神庙的苦修士一砖一瓦铸建而成。虽说，天下的庙都是为了供奉传说中的神庙，可只有真正的神庙，才是与众不同。这众生之力也很了不起。小范大人还是更看重人。当然。不然叫什么人间啊？过几日便是赏菊大会，咱们的差事就是把这些运到上面去。那我在这儿有什么用啊？陛下说了，这几盆你要亲自搬上去。这几盆有什么特别吗？在下不知，都是领旨行事。